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题号530 Minimum Absolute Difference in BST， 在二元搜索数中最小的绝对值差值。题目一开始已经破题了，题目给我们一颗二元数，而且会给定根节点，要求我们返回整颗二元搜索数最小的节点绝对值差值。好，它给我们两个范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范例，它给了我们一颗二元搜索数，根节点是4，然后底下的左指数分别是1、2、3，右指数是6。那这整颗二元搜索数里面，最小的节点绝对值差值是谁呢？最小的节点绝对值差值是1，因为1减2绝对值差值是1，2减3绝对值差值也会1，没有更小，所以最后就是返回1。好，第二个范例给我们一颗二元搜索数，数根是1，然后左指数是0，右指数是12、48、49。那谁的绝对值差值最小呢？1、0这边贡献一组，相减之后绝对值为1。49、48这边也贡献一组，绝对值差值也为1。其他都没有更小，所以最后也是返回1。好，我们来看约束条件。约束条件说，整颗数的节点数目最少有2个节点，这个很合理，因为它现在要求我们计算节点的绝对值差值嘛，所以最少要给我们2个点，才有办法相减，我觉得这个合理。最大可以到10的4次方，对，最大会有10000个节点，所以这边假如是用暴力法去两搜索，这边就有点危险，可能会超过平台的复杂度和时间限制。第二个是节点的值最小是0，最大是10的5次方，也就是最大是10万，然后最小是0，所以保证节点的值都是正的。好，那我们可以怎么来想这个题目呢？那我们现在就从白板来看，其实题目一开始已经给了一个很强的条件，它已经讲说这是一颗二元搜索数，二元搜索数本身就提供一种已经已排序的性质。怎么说？因为二元搜索数当初在建造的时候，左边的左指数一定小于根节点。以这个图为例，根是4，左指数是1、2、3，任何一个左指数里面的节点都一定比根节点还小。另一边右指数是6，任何一个右指数的节点也一定比根节点大。另外，假如我们使用经典的 in-order traversal， 中文有人讲中序拜访，也就是说从左指数依序拜访到根节点，再拜访到右指数，那这样我们可以产生一个严密的已排序的序列，而且是升序排列，是从由小到大的序列。以范例1的这棵树为例，假如我们用 in-order traversal 拜访整颗二元搜索数，就会得到1、2、3、4、6，一个严密升序排列的序列。那得到严密升序排列的序列，要计算最小绝对值差值就很方便。为什么？因为题目已经给我们二元搜索数，它给了我们一个已排序的性质，所以到时候在计算的时候，只要两相减，后项减前项，去比较最小值即可。一样以第一个范例为例，我们用 in-order traversal 拜访完整颗二元搜索数，会得到一个严密升序的序列，分别就是1、2、3、4、6，这边已经写下来。那这时候要计算最小差值呢，我们只要两相减，后项减前项，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答案。2减1是1， 3减2是1， 4减3是1， 6减4是2。那全部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最小化嘛，所以最后这边取一个 minima， 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1、1、1、2取最小化，最后输出答案就是1，因为没有更小的，最小就是1，要么是1、2相减，要么是2、3相减，要么是3、4相减，其他没有更小的可能。好，第二个范例其实也同样的道理，我们用 in-order traversal 拜访整颗二元搜索数，会得到0、1、12、48、49。那计算差值的时候也很方便，就是后项减前项，两比较，取最小的，1减0得到1， 12减1得到11， 48减12得到36， 48减49得到1。那最后我们要求的是最小绝对值差值，所以我们这边取了一个 minimum， 取最小化，最后输出结果就是1，可以由0、1这一组计算得到，也可以从4、8、4、9这一组计算得到，其他没有更小，所以最后返回的就是我们的答案。所以回到一开始的这张图，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演算法架构和轮廓了。
题目给我们2元搜索数，代表已经给我们一个已排序的性质，我们就利用中序排列 in order traversal 从左指数拜访到根节点，再拜访到右指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组严密升序从小到大的序列。之后计算的时候，只要两两相减，后项减前项，后项减前项，后项减前项，再取一个最小值，就是我们最终答案。好，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演算法，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程式码撰写。第一种就是很直觉，使用中序拜访，并且把沿途中看到的每一个值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可以造一个很简单的中序拜访的递回方程。一开始是检查是不是空节点或是空指数，假如为空直接返回，假如不是的话就是先拜访左指数，然后再拜访根节点，再拜访右指数，一直依照同样的 pattern 去拜访整颗2元搜索数。那最后要计算的时候，我们只要从取得的数值拿后项减前项，最后取一个 minima， 就是我们最后答案。我这边有一个实作上的细节要注意，因为我们现在是两两相减，所以下标拜访的时候，一开始记得这边要调整，这边要调整成从1开始拜访，因为我们是用后项减前项，所以一开始第一组会是 values 1减 values 0。假如这边没有调整的话，就会发生越位存取的错误。这边是一个实作上的细节要留意。再来我们看第二种更精简一点的写法，我们刚刚是把沿途上看到的每一个值都存在一个阵列里面，其实可以不用这个阵列，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计算的原则就是后项减前项，两两相减，最后取最小值，所以一样是构造这个 in order 中序递回方程，但是这一次我们就不用这么麻烦，还要加到阵列里面，只要当下记录前一个节点的值，两两相减，在递回的过程中动态更新，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在递回呼叫的时候，一样是先拜访左指数，然后根节点，然后右指数。唯一不同的是，在根节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把它丢入 array 了，我们只要一个很简单的动态更新的过程，拿自己当下这个节点的值减掉前一个节点，也就是我前一个邻居，后项减前项，两两相减，再更新到最小差值，最后返回的就是我们答案。好，其实下一种还有更精简的解法，用到了 Python 语言特性，也就是 generator， 一样在递回里面的过程，一样是先拜访左指数，接着根节点，接着右指数。这一次的不同在于我们使用的 generator， 我们一样可以省掉 array 的空间，每一次在计算的时候，一样是后项减前项，拿当下自己的节点的值减掉前一个刚刚拜访过的值，抛出之后，最后在外层只要一个简单的取 minima 就完成整个计算过程，非常精简。第四种还有一个更简洁的形式，前面我们介绍了中序拜访用 array 记录，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使用递回，更加精简。第三种是使用递回加上 generator 生成器。第四种我们介绍一种更简洁优美的形式，就是使用到 lambda function 和 iteration tool。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整个数的拜访过程其实就是左指数加根节点加右指数，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拜访过程写到一个 lambda function 里面。接下来我们只要用到内建的 iteration tools， Python 官方原生内建一个很方便的 iteration tools， 叫做 pairwise。这个 function 本身会提供两两一组拜访的方式，那刚好就呼应我们今天的需求是后项减前项，也是两两一组拜访的方式，所以我们用 pairwise 呼叫刚刚造好的 lambda function in order， 这时候传进去，我们就会得到两两一组，这时候两个相减，最后取 minima， 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好，我们这边做个快速的测试，以提高我们程式码。这边以第四种来做示范。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在时间上呢，因为不管哪一种方法，我们都使用到了递回呼叫，也就是一开始开头提到的中序拜访，拜访整颗2元搜索数，所以整个时间成本就是 big O N， 因为每一个节点都要拜访一次。那空间呢？空间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在使用递回呼叫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使用到 runtime 产生的堆叠，这时候递回呼叫最深的深度也是 big O N， 所以四种方法不论从空间或是时间上来看，它的复杂度都是 big O N， 因为时间上来看，我们需要拜访整颗2元搜索数的每个节点，空间上呢，
空间上我们是使用递回中序拜访来拜访每一个指数、每一个节点，所以不管时间还是空间，它的复杂度都是 big O(n)。好，以上是这一题的分析与介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考题，结合了二元搜索数已经排序的性质，在考察我们能不能使用递回建造出一个高效率的演算法。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假如还要发问或者讨论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非常欢迎你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与朋友。最后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学习资源和解题影片。好，我是小松鼠，你的网络助教，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